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咱们刚刚聊过位于阿根廷世界最南端的灯塔，这一期咱们再来看看通过爱情主题拯救废弃灯塔的故事。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灯塔在日本的海岛沿岸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自古以来，灯塔在黑夜里是茫茫大海上的光明和希望。有人说，灯塔是大海上闪耀光明的女神，可以带给远航的游子以温暖和信心。过去，灯塔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方向标，而现在日本灯塔则被赋予了更多文化的内涵。如今，灯塔还被日本人打造成了旅游景点，成为浪漫的爱情旅游胜地。日本的灯塔最早始于对中国的贸易，大约1400年前，也就是在唐代，中国的贸易商船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在黑夜里茫茫的大海上，航船很难辨别方向，所以日本就在九州的甲岛上建立了灯塔。最早的灯塔就是在一个高台上放置一个用油纸做成的烧菜籽油的灯笼，如果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就烧柴火，晚上用灯光火光照明，白天燃烧柴火以狼烟指路。这就是日本最早的灯塔的雏形。据说日本共有3000多个灯塔，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 GPS 技术的发展，灯塔用来指引方向的作用逐渐被忽略，于是日本人另辟蹊径，开始开发灯塔的旅游价值。千叶的犬吠埼灯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纯白色的灯塔矗立于悬崖之上，游客需要买票参观。这里是日本最早看到日出的地点，因此每到元旦十分热闹。日本人相信在元日看到日出可以为新年带来好兆头。犬吠埼灯塔还是看日落的好地方，辽阔的海面让日出日落都可以尽收眼底。犬吠埼灯塔采用了最大的远光灯，同时还被收入世界知名的100个灯塔之列。此外，北海道的宗谷甲灯塔因为是日本最北部的灯塔而闻名，在北海道旅游看最北部灯塔已成为游客必玩的项目。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木质灯塔，有的被改建，有的仍旧保留。在日本，寻找灯塔之旅成为了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项目。日本人爱灯塔，但也避免不了灯塔面临淘汰的危机。近10年来，有30多座灯塔被废弃，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不舍，想方设法赋予灯塔新的意义。日本有个团体叫做浪漫主义者协会，这个团体专门寻找和爱情相关的旅游地点，其中灯塔就是该协会主要寻找的目标之一。2017年，该学会推出了一个恋爱灯塔项目，使很多濒临报废的灯塔起死回生。福井县月前甲灯塔被命名为恋爱灯塔，吸引了很多恋人竞相前往。随后，浪漫主义者协会又陆续认定了10个灯塔为恋爱灯塔，给当地旅游造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岛根县出云大社町是有名的恋人圣地，日本人普遍相信当地的神社是结缘之神，因此年轻男女都爱前往参拜，寻求良缘。在这里观看日落，浪漫而温馨。除了通过赋予灯塔以恋爱的意义予以保存之外，日本也在根据所在地的传说把灯塔进行改建，在保留灯塔原型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以雕塑等方式予以保留。香川县有个灯塔叫做女木港灯塔，为了避免此灯塔报废，这个地区根据当地鬼岛的传说，把灯塔改建成让鬼报灯的形象。此灯塔一举成名，立刻成为当地新的旅游胜地。此外，日本横滨、京都等地也都正在复原一些古代的灯塔。日本还把每年的11月1日设为灯塔纪念日。在日本，灯塔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日本还有灯塔女子之说，主要是指那些对灯塔情有独钟的女性，她们热爱灯塔，不仅旅行还写博客，更爱搜集和灯塔相关的纪念品。除了民间社团的努力，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在为振兴灯塔文化而努力。他们希望把灯塔变成文化基地，在灯塔周围建设资料馆、公园等，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存灯塔文化，同时也让灯塔变成了文化传播的基地。如果你也喜欢灯塔，不妨去日本走一走，看一看吧。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